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最近手里握着不少全球资产，或者一直有关注欧美市场的朋友，看到最近的风向，是不是也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一边是大家天天在讨论美联储到底什么时候降息，另一边全球最主要的经济体之一欧元区最近却悄悄拉响了极其恐怖的赤涨红色警报。如果你最近听信了网络上的谣言，以为欧洲很快就要跟着利差下行大举放水，那野村证券最新发布的内部报告真的会用冷冰冰的数据彻底敲醒你。野村在报告里直接警告，欧元区一季期的国内生产毛额确报值很有可能被大幅下修到负增长。与此同时，由于法国独特的最低薪资物价完全联动机制，正引爆全欧洲最难缠的薪资与物价恶性螺旋，欧洲央行的紧缩大刀根本停不下来。目前衍生品市场甚至已经100%定价了9月前的升息路径。我们带大家一块看懂这场由薪资与原油价格共振引发的欧元区信用危机，看看我们手中的资产到底该何去何从。说真的，要看清这场风暴背后最真实的底牌，我们最先要瞧瞧的就是欧元区一季度那早就开始在崩盘边缘试探的经济真相。野村在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之前公布的欧元区第一季度实质国内生产毛额二次速报值显示，季度环比微幅增长了 0.1%， 看起来好像勉强保住了面子，但这很可能只是个统计上的短暂假象。因为就在这两天，也就是6月4日，爱尔兰政府突然宣布将其第一季度的实质 GDP 环比增长率从先前公布的负 2% 疯狂下修到了惊人的负 12.1%。 大家可以试着想一想，一个成员国的经济增长在一夜之间出现了高达2位数的非线性萎缩，这项巨大的黑天鹅数据将会像重力弹一样，直接把即将公布的欧元区整体 GDP 确报值向下拉扯。野村评估，在考虑到爱尔兰的剧烈下杀后，欧元区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被直接修正为负成长，也就是陷入实质性的衰退，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在经济面临衰退的同时，最让欧洲央行感到无比焦虑甚至寝食难安的，则是高昂的能源价格与薪资增长形成的恐怖恶性共振。这就涉及到野村在报告中深度科普的法国最低工资物价联动机制。野村指出，在欧元区两大核心火车头中，法国的最低工资制定方法有着极其特殊的物理传导机制。与德国那种由专家委员会定期评估的模式不同，法国的最低工资是法律规定100%与物价指数强制联动的。这意味着，一旦以原油、天然气为代表的输入性通膨开始上升，法国的最低工资就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自动上调。这种刚性的制度设计，在当前高油价的新常态下，无异于在通膨的烈火上浇了一大桶油。野村分析指出，随着中东局势动荡推高油价，法国的物价上涨会立即逼迫企业调高员工薪资，而薪资的增加又会进一步推高服务业的终端定价，从而引爆整个欧元区最害怕的薪资与物价恶性螺旋。这也完美解释了为什么欧洲央行对原油价格的波动表现得比美联储还要敏感得多。因为法国的薪资防线一旦被击穿，通膨就会迅速变成自我实现的怪兽。这也是欧洲央行不敢有丝毫松懈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这股顽固的通膨粘性与薪资螺旋，全球最聪明的机构资金此时非但没有期待降息，反而正在大举计价欧洲央行的连续升息。野村在报告中披露了来自欧元短期利率掉期市场的最真实定价数据。截至6月4日当周，市场已经100%完全植入了欧洲央行在9月10日之前累计升息50个基点的预期。更为震撼的是，市场对于欧洲央行在2026年12月底之前累计升息高达75个基点的期望值，也已经迅速拉升到了 80% 以上。这项数据无疑是给了市场上那些大放水多头一记响亮的耳光。在这种紧缩预期的重压下，德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在过去一周呈现出了极其剧烈的牛市变陡走势。随着欧债利息的狂飙，欧洲实体企业和主权国家的债务滚动成本正在面临历史性的攀升。这也宣告了在2026年下半年，高利率维持更久的平坦路径甚至再度升息，已经成了欧元区无可回避的硬核定价。任何关于短期内降息放水的幻想都可以彻底终结了。
对于这场由经济衰退与升息一体化交织出来的欧元区大局，华瑞认为，这本质上宣告了全球大资产配置已经正式跨越了单纯跟随美联储降息起舞的初级阶段，大步迈入到了地缘政治硬体冲击与各国财政债务脆弱性大博弈的深水下半场。市场长期以来过度聚焦于美债的收益率，却忽略了在物理世界中，欧洲由于高度依赖进口能源，且在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极高制度性刚性的致命弱点。当爱尔兰 GDP 修正崩盘，而欧元短期利率掉期市场却被迫100%定价升息，这在实质上表明欧元区已经一头撞进了最为痛苦的结构性市账泥潭中。在这种经济停滞而利差高企的恶劣格局下，华瑞认为，传统的欧洲主权债券和高评级信用债，其利差空间将会承受极其惨烈的技术性欺压。这会推动全球主权基金和最敏锐的跨国配置资金，在未来几个季度内持续将资金从那些缺乏技术壁垒且高度暴露在能源通膨风暴下的二线欧洲资产中撤离，重新分配到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具备强大定价权与高自身性成长属性的科技龙头与高票息防御性资产中。当然，在我们防范欧元区主权债承压的同时，专业的研究报告也提醒我们必须防范转型期可能面临的双向风险点。第一个关键风险在于这场薪资与物价螺旋在第三季度出现失控的跨国扩散。野村指出，如果法国的最低工资调升引发周边国家工会的效仿，导致全欧范围内爆发更大规模的工资补涨，这将会迫使欧洲央行采取更为激进的超越75个基点的暴力升息，进而对欧元区的权益市场造成毁灭性的去杠杆暴击。第二个风险是欧元区实体经济失速演变为系统性债务危机。报告中提到，如果高达 2.25% 以上的利率中枢维持得太久，其对南欧高负债国家信贷链条的滞后侵袭效应一旦在2026年底集中爆发，可能会导致欧债利差出现非预期的崩溃式暴涨，进而对全球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平稳构成致命威胁。野村这份最新的欧元区利率与通膨监测报告为我们梳理了关键财报季前夕最真实的资金底牌。这并非一场无序的恐慌，而是一场由经济下修确认衰退、薪资联动刚性支撑通膨，而欧洲央行被迫防御性升息所主导的历史性大重组。对于投资者而言，要想在这场欧元区的大博弈中看清底牌，做好不对称的防御配置，我们的操作焦点绝不能只看名义欧元汇率每天的小幅波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大家密切盯紧两条实务线索。第一，是看欧洲央行在9月10日政策会议上面对通膨和经济衰退双重夹击时的实质性表态，这将直接检验市场那100%定价的50个基点升息预期的消化成色。第二，则是密切关注法国每月公布的实质工资上调斜率与欧元区核心服务业通膨的变动幅度。把这两项高密度的实体硬指标学起来，我们才能在宏观流动性的剧烈拉锯中理清头绪，找到最安全也是最稳妥的跨资产防御与超额溢价路线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